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个大家每天都在做，却未必做得对的事情——走路。说到走路，很多长辈常常问我每天都在走路当运动，到底是饭前走比较好，还是饭后走比较好？其实大家想一想，不管饭前还是饭后，只要肯动，总比坐在沙发上滑手机好，对吧？但是如果你想利用走路来达到特定的健康目标，比如你想减去大肚腩，或者你想控制好血糖，那这个时间点可就大有学问了。很多人不知道，饭前走和饭后走在你的身体里面启动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套生理系统。走对时间，它是比吃药还管用的。代谢救星走错时间，不仅伤胃，还可能引发低血糖和心慌。首先我们来谈谈饭前走路，也就是空腹状态下走路。很多人对空腹运动有恐惧感，觉得我都还没吃东西，哪里来的力气去走路，会不会晕倒啊？其实除非你有特殊的慢性病，否则我们的身体早就为你准备好了后备能源。当我们经过了一整晚的睡眠和进食，早晨刚起床的时候，你身体的胰岛素水平是处于一天当中的最低谷。胰岛素是什么？它是身体的合成荷尔蒙。我常常跟病人讲，只要胰岛素一高，身体就会疯狂的把能量变成脂肪储存起来，但是只要它低，身体就会反向操作。在这个低胰岛素的环境下，另一种叫做升糖素的荷尔蒙会出来接管大局。这时候你去走路，身体一看血液里没有现成的葡萄糖可以烧了，赶快去把仓库里的脂肪搬出来，于是你脂肪细胞里那些顽固的三酸甘油酯就会被迅速分解成游离脂肪酸进入血液，最后送到你肌肉和心脏细胞的线粒体里面，当作柴火一样烧得干干净净。我给大家讲个案例，去年有一位65岁的林伯伯来看我的门诊，他体态微胖，肚子很大，超声扫出来有中度脂肪肝，三酸甘油酯也偏高。他跟我抱怨，我每天吃饱晚饭都有去散步1小时，怎么肚子还这么大？我当时就给他开了一个运动处方，把晚上的散步改到早晨，起床后喝一杯温开水，然后空腹去公园走30分钟。坚持了3个月后，林伯伯回来复诊，体重虽然只掉了2公斤，但是他的腰围足足小了1大圈，脂肪肝也从中度退回了轻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科学研究已经证实，在空腹状态下进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大约20到30分钟之后，身体就会进入脂肪氧化的最高峰。这时候的燃脂效率比你吃饱饭之后去运动足足高出了20%到30%。如果你跟林伯伯一样苦恼肚子上的内脏脂肪减不掉，饭前空腹走路绝对是你的首选策略。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饭前走路还在为你整天的血糖控制打底。我们肌肉里面会储存一种叫做肌糖原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肌肉的随身小冰箱，空腹走路会把这个小冰箱里的存货消耗掉，这就等于把你身体的能量仓库腾空了。等你走完路坐下来吃早餐的时候，血糖升高，身体一看刚才肌肉小冰箱空了，赶快把这些糖分塞进去补充，这样一来，你的胰岛素敏感性就会大幅提升，餐后血糖就不会飙得太高。另外，大家有没有发现，早晨空腹走完路，虽然身体流了点微汗，但大脑却异常清醒，思维特别敏捷。这其实是我们基因里的生存本能，在空腹饥饿的状态下活动身体。身体以为你要去打猎觅食，为了让你保持高度警惕，大脑中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会轻微提升，这种神经传导物质一旦增加，你的清醒度、专注力就会直线上升。所以饭前走路不仅是启动了燃脂引擎，更是给你的大脑开了一个清醒的外挂。好，说完了饭前，我们再来看饭后走路。如果说饭前走是燃脂专家，那么饭后走就是保护你心血管的控糖卫士。大家再仔细想想，我们吃饱饭之后，尤其是吃了一大碗白饭、面条或者几块面包之后，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被分解成葡萄糖涌入血液，你的血糖曲线会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快速飙升。这时候身体的胰脏就要拼命加班，分泌胰岛素，想办法把这些血糖赶进细胞里。对于很多有胰岛素抵抗的
中老年朋友或者是糖尿病初期的病友来说，这个过程非常吃力。胰岛素就像一把生锈的钥匙，怎么都打不开细胞的门，导致血糖一直降不下来。但是只要你在饭后去走一走，身体就会启动另一套救援系统。医学上有一个非常迷人的机制，肌肉收缩可以不依赖胰岛素，直接降低血糖。当你开始走路，双腿肌肉不断的收缩放松，这个纯物理的动作会直接唤醒细胞膜上一种叫做 GLUT4 的葡萄糖转运蛋白。这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你不需要找胰岛素，拿钥匙开门了，肌肉收缩，直接把细胞的大门打开，主动把血液里多余的葡萄糖给吞进去。我再举个例子，62岁的陈阿姨，她是一位糖前期患者，糖化血红蛋白一直在 6.2 左右徘徊。他最大的困扰是每次吃完午餐后大概半小时，整个人就昏昏沉沉，非得睡个午觉不可。这就是典型的餐后血糖飙升引发的疲倦感。我请他做个小改变，吃完午餐不要马上坐着看电视，先在家里或者楼下庭院用平常走路的速度走个15分钟。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不仅饭后不再嗜睡，3个月后的糖化血红蛋白也降到了标准的 5.8。 数据告诉我们，在餐后15到30分钟开始进行轻度到中等强度的步行，可以平均降低餐后血糖峰值大约 12%。 这个数字意义非凡，它把原本尖锐的血糖山峰削成了平缓的小丘陵。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血糖如果剧烈波动，高浓度的糖分就像是血液里的碎玻璃一样，会不断刮伤你的血管内皮细胞，引发极强的氧化压力。这就好比铁管子泡在糖水里加速生锈一样，长期下来会导致动脉硬化。所以饭后走路稳住血糖，本质上就是在保护你的血管不生锈、不老化。同时饭后去散散步，这种轻度的身体活动还能温和地刺激肠道蠕动，促进胃酸和消化酵素的分泌，让集中在胃部的食物更顺利地进入小肠，对预防老人家常见的胃胀和便秘都有极好的辅助作用。讲到这里，饭前和饭后的底层逻辑大家都懂了，但说实话，网络上的资讯太杂乱。我在门诊常常听到一些走路误区，很多长辈被这些谣言吓得根本不敢乱动。今天必须在这里帮大家一次破解误区。第一个误区，空腹走路会掉肌肉，老人家千万不能做。这个说法真的害人不浅，很多长辈怕得肌少症，连早晨去公园散个步都非得先吃2颗水煮蛋或者吃片吐司才敢出门。其实从生理学来看，这是彻底的过度担忧。身体是非常聪明的，肌肉蛋白是身体最宝贵的建筑材料，不到万不得已，身体根本舍不得把它拆了当柴烧。只有当你在完全空腹的状态下，进行了超过60到90分钟的高强度剧烈运动，把体内的肝糖彻底耗尽了，身体才会逼不得已启动糖脂新生来分解肌肉。如果你只是做30到45分钟的中等强度空腹步行，主要消耗的依然是脂肪和一点点肝糖，根本连肌肉的边缘都碰不到。所以只要时间控制好，完全不用恐慌。第二个误区，饭后必须躺着或者静坐半小时，不然会胃下垂。这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长辈教诲，吃饱饭不要乱跑，会胃下垂哦。其实饭后走一走会胃下垂，在现代医学上是缺乏根据的。胃下垂通常跟个人的体型过瘦、腹壁肌肉力量薄弱有关。相反的，刚才我们提过，轻度的走路反而有助于胃肠蠕动和排空。我们真正要避免的是饭后立刻进行跑步、跳绳、打网球这种高强度剧烈运动，因为一旦运动太剧烈，身体为了应付肌肉的巨大需求，就会把大量的血液从消化器官硬生生抽调到四肢，胃肠道突然失去了血液供应，自然就会大罢工，导致消化不良甚至严重的胃痉挛。但如果是轻松的散步，这种血液分配的冲突微乎其微。第三个误区，反正走了一样的步数，不管是饭前还是饭后，减肥效果都一样。这句话可以说是只看表面不看内涵。
如果单纯从热量消耗的总卡路里来看，确实差不多，但体重管理的本质不仅仅是卡路里的加减法，更是荷尔蒙环境的重塑。不同时间点走路，你给身体下达的代谢指令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目标如果是减脂，饭前走的低胰岛素环境绝对是天作之合。你的目标如果是控糖，饭后走利用肌肉收缩的物理通道，效果就是立竿见影。我们要的是针对自己的痛点精准打击，而不是盲目的累积步数。虽然说走路是全人类门槛最低、最安全的运动，我必须提醒大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健康方法是适合所有人的。饭前走和饭后走都有他们绝对不能碰的禁忌边界，这些红线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先说饭前空腹走的绝对禁忌人群，第一类是本身有低血糖倾向的人，或者正在服用降糖药物、注射胰岛素的糖友。如果在没有任何热量垫底的情况下，直接去运动，极度容易诱发严重的低血糖反应，这可是会出人命的。你会突然冒冷汗、心慌、头晕，甚至当场晕厥。糖友如果真的想早晨走，我强烈建议出门前先吃半片吐司，或喝半杯牛奶垫垫底。第二类是胃溃疡或严重胃食道逆流的患者，空腹状态下走路，如果刺激了胃酸过度分泌，或者因为走动导致胃液逆流，刺激食道会让你的病情雪上加霜。第三类是孕早期与孕晚期的准妈妈，孕妇的身体对能量需求极大，且对血糖波动异常敏感，空腹运动风险太高，坚决不建议。再说饭后走的禁忌人群，第一类也是我最担心的，就是患有严重心血管疾病，如心绞痛、严重冠心病、心力衰竭的长辈。大家想象一下，吃饱饭后，身体本来就要调动大量血液到肠胃去帮忙消化，这时候你再去走路，双腿的肌肉又跑来抢血液，心脏为了同时满足肠胃和肌肉的需求，就必须超负荷地加班泵血。对于心脏冠状动脉本身就狭窄的长辈来说，这种血液争夺战会瞬间引发心肌缺血，非常危险。这类长辈饭后最好还是乖乖坐着休息半小时到1小时，再去轻度活动。第二类是患有胃轻瘫、胃肠蠕动极度缓慢，或者腹部手术伤口尚未完全愈合的患者，饭后走动反而增加负担。另外还有一个，那就是强度的控制，不管是饭前还是饭后，既然你的目的是日常养生，强度就只能控制在中低强度。怎么判断呢？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说话测试，只要你在走路的过程中能够跟旁边的老伴聊天，或者用手机讲语音讯息，觉得很轻松，不会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这就是最完美的代谢燃脂强度。如果你走到连一句话都讲不完整，心跳扑通扑通狂跳，那已经变成高强度心肺训练了，身体的反应模式就会完全走样。好，听懂了机制，也避开了红线。最后教大家怎么把这些知识变成你每天的专属课表。我们再加上2个非常前沿的医学观念。首先是顺应身体的昼夜节律，早晨的时候，体内的皮质醇水平本来就处于一天中的最高峰，身体在这个时候是最准备好动员能量的。因此，只要你没有低血糖的问题，我非常推荐你把空腹燃脂走安排在早晨起床后。具体怎么做？起床后先喝300cc 的温开水，这点非常重要，因为睡了一整晚，血液是比较浓稠的，喝温水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心血管意外。然后穿上避震良好的运动鞋，去走个20到40分钟，唤醒一天的代谢。到了傍晚和夜间，人体的胰岛素敏感性会自然下降，也就是说，身体处理晚餐血糖的能力比早餐和午餐差多了。这也是为什么老人家晚餐吃多了，第二天早上空腹血糖立刻飙高的原因。因此，晚餐后的散步控糖走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吃完晚餐休息个15分钟，出门去走个15到20分钟，帮胰脏分担压力，效果立竿见影。还有一个近年来医学期刊不断证实的结论，
规律的步行活动能够改善我们肠道菌群的多样性。你每天坚持走路，不仅是在锻炼肌肉，更是在滋养你肠道里那些好的益生菌。健康的肠道菌群能透过肠脑轴强化你的免疫力，甚至让你不容易焦虑、忧郁。这个额外红利是不受饭前饭后时间点限制的，只要你走就有收获。讲了这么多，其实最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智慧的，你给它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它就回馈你什么样的健康状态。饭前走和饭后走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两个你可以随时调用的代谢工具。看懂了自己的身体需求，你就不再是盲目的乱走，而是真正把健康重新握回自己手里。健康管理就像是我们安排晚年生活一样，靠自己看开点，找对节奏，顺势而为。感谢您的观看，希望今天这堂关于走路的代谢课能对您的日常生活有所帮助。如果觉得今天讲的对你有用，别忘了在荧幕下方按个赞，订阅频道，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最关心、最在乎的家人朋友。健康这条路，有人作伴就不孤单。我们下期影片不见不散。